色情令人上瘾，这是个公认的心理学事实，即使是没有成瘾性人格或没问题的使用色情内容，它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私下和匿名的使用色情作品，很少受到社会的抵制，因为色情已经变得如此正常化，这促使我们经常使用，甚至依赖它来正常运作。所以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讨论色情的作用，以及是否值得抵制。色情对大脑会有什么影响？色情会对人类的大脑有极大的伤害，它以一种让人在比平时更长的时间里分泌过多的多巴胺方式刺激大脑，因为它很容易让大脑再次自然地释放多巴胺，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令人上瘾。它还和各种形式的心理痛苦有关，比如抑郁、焦虑、不安等等。它对一个人的伤害可能足以让人想要停下来，但这并不是全部。伤害不仅仅局限于自己，还可能影响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如何在其他方面影响一个人？恋情、社交、自尊。色情是不现实的，色情会使我们走上一条试图平衡快乐与羞耻的道路。我们对自尊的深切感受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同时也会让我们感到抑郁和焦虑。社交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色情片可以劫持大脑，让人变得性欲亢进，一切都开始有了性暗示。因此，看很多色情片的男人倾向于将女性物化，并主要基于他们的性取向或他们吸引性欲的能力来评价他们，这会破坏浪漫的恋情。经常看色情片的男性在两性关系和性满意度方面都较低。色情片也是非常不现实的，它会破坏人对性的期望和享受。当一个人可以轻易地绕过他们来获得及时的性满足时，追求和浪漫就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了，所以恋情的目的就迷失了。色情可以扼杀恋情和爱情，最终让生活变得微不足道。所以，如果有小伙伴一直在与自己的自信、心理健康和恋情做斗争，可能会想要忍住看色情片的冲动。如果有小伙伴尝试过，就知道这有多难。每种成瘾的阶段会伴随什么样的阻力？即使不相信自己对色情上瘾，如果试着去抵制它，可能会感觉到自己的大脑在抵制它。每次感到无法抗拒时，欲望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所以抗拒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让人陷入了所谓的适应循环。大脑知道是什么让自己看色情片，只要自己在不断屈服，它就会这样做。从本质上讲，如果抵制不起作用，改掉这些习惯就会更难。所以，你应该抵制看色情片的冲动吗？如果发现抗拒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不要失去希望。我们还能做什么努力？戒掉瘾或改掉坏习惯总是很困难的，而且会很孤独，尤其是像色情片这样的东西。如果有小伙伴真的觉得色情片毁了自己的生活，我们建议咨询专业人士，他们会有更多直接适用于你和你的具体情况的建议。当一个人试图戒掉看色情片的习惯时，即使不相信自己上瘾了，也要把它当成一种瘾，而不是抵制它。分散注意力，改变环境，避免那些让自己想看色情片的东西。如果总是宅在家里，试着花点时间到公共场合，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种行为。当有看色情片的冲动时，做俯卧撑或仰卧起坐，清理房间或任何能让自己远离电脑或手机的事情。记住，自慰不需要看色情片，色情已经变得如此正常化，以至于我们经常把它们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有小伙伴确实把色情和自慰联系在一起，试着分开，直到这种联系被打破，因为做一件事可能会诱使再做另一件事。如果认为色情会让人上瘾，那就挑战一下自己，坚持1个星期，看看效果如何。如果这支影片让大家感觉不那么绝望，或提供了一些信息，请点赞。你成功抵制色情了吗？什么招数对你有用？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和社区里的其他小伙伴。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想看到更多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祝大家好运，你可以的。